大家好，我是乔乔妈。今天我们来做苹果卷儿。先做淡水，打个鸡蛋，打散，加一些温水，让蛋液加水的总体积为半杯或者120毫升。点一点白醋，换成柠檬汁或者苹果醋也可以。来和面，加高筋面粉，一点盐，融化的黄油，打个窝，加入做好的淡水。先用铲子和面，和到没有流动液体，再下手揉面。这个面团比较软，所以最好用手指尖揉面，这样不粘手。揉成团之后，转到案板上揉面，大约揉3分钟。我们来个减压的活动，摔打面团。摔打的动作能够产生更多的面筋，一会儿做面皮的时候就好操作了。摔打120下，大约需要3分钟。揉成光滑面团，放到盆里。加盖，放温暖处休息4个小时。我们来准备苹果馅儿。1碗葡萄干加朗姆酒浸泡，也可以用苹果汁或者温开水。浸泡半个小时，泡好之后过滤掉液体备用。锅里融化黄油，加面包糠，中小火翻炒。我用的是白面包糠，用黄面包糠也可以，炒到微微金黄就做好了。放凉备用。来处理苹果，苹果削皮，切成小片儿，一共需要5个苹果。撒一点肉桂粉，加上浸泡过的葡萄干，最后撒白糖平衡苹果的微酸味道。因为不同的苹果酸甜有差异，拌匀之后最好尝一下味道，根据口味微调糖的用量。下面我们来扯皮，是扯面皮。桌子上铺棉质的桌布，不要用塑料桌布，撒少量干粉，休息好的面团很容易就能拉成长方形。擀开，擀成长方形。如果粘，可以撒薄薄一层干粉或者抹点油。扯面皮的操作要在一个温暖的房间里进行，室温在24摄氏度左右最好。室温太低，面皮不容易扯开，也容易扯破。手背和手臂上撒些干粉，用手背的关节来扯面皮。扯大扯薄之后，放到桌布上继续拉扯。如果出现难扯开的情况，休息30秒，再继续扯就容易多了。扯大之后，把3个边都挂到桌子边缘，像铺桌布那样，让面皮垂下去3到5厘米，这样面皮的3个边就固定住了，就不容易回缩。没有固定的这一个边，要多拉扯几下。我扯好的面皮在桌面上的尺寸是100厘米长，60厘米宽。我们刚才揉好的面团只比拳头大一点，却能拉出这么大的一张面皮，可见它是很薄很薄的，比普通的打印纸还要薄。如果下面放报纸，你应该能轻松读得出报纸的标题。把4个边的面皮剪掉，这部分不够薄，影响口感，剪掉的也不要浪费。在休息之后，还可以做个果酱版的小卷，淋上无水黄油。
无水黄油的做法很简单，我们在印度酥油那一期节目中介绍过，这里你也可以用融化的黄油，撒上做好放凉的面包糠，占整个面皮宽度的1/3多一些，尽量不要超过1/2。铺上做好的苹果馅儿，苹果馅儿最好在面皮扯好之后现撒糖，这样就不容易出水。如果觉得有点出水，可以用滤网控干水分。苹果不要铺满，左右两边留出5厘米的空隙，留作最后的封口。这是一根长擀面杖，垫在桌布下面，我们来卷苹果卷。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面皮有多薄，所以这里不要直接去卷面皮，我们用擀面杖做依托，拉起桌布来卷。这个动作你有没有觉得有点眼熟？像不像在卷寿司或者做瑞士卷？卷的时候不要卷得太紧，防止一会儿烤的时候爆开。卷起的部分刷无水黄油，融化的黄油也可以。卷好之后要确保封口在下，你也可以用叉子扎几个小孔，这样就不会烤得爆开。用纸托着转移到烤盘里，最后刷一遍黄油。预热好的烤箱400华氏度或者200摄氏度烤40分钟。烤20分钟之后拿出来刷一层黄油，继续再烤20分钟。这是刚出炉的样子，放到温热的时候就可以来切了。筛上糖粉，来个香草冰淇淋或者打发的奶油，趁着温热来吃。这道甜点适合节日里和家人朋友一起做，大家围在桌子边一起扯扯皮，这个时候你吃的是一种幸福的味道啊！我是乔乔妈，我们下期见。